但有没有觉得有些话题一提到就让人尴尬，甚至在教会里都成了禁区？比如圣经里那些关于性与爱的真实故事，它明明无处不在，却很少有人敢在讲台上大声说出来。今天咱们就鼓起勇气，一起翻开这本古老的书，看看在那个遥远的圣经时代，人们的亲密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放下那些现代人的道德包袱，咱们开诚布公的聊聊。哇，研究圣经这么多年，总有一个问题缠绕着我，为什么我们现代基督徒对待圣经里某些话题，就像对待随时会爆炸的核弹一样小心翼翼？你懂我意思吧？就是那些让很多牧师读到就脸红，赶紧跳过的段落。但兄弟姐妹们，事实是，圣经可不是一本害羞的书，它以一种即便今天读来都可能让你震惊的坦率去谈论性。我说的不是粗俗或者不道德，而是他用一种极其自然、极其真实的方式，描绘了那个时代亲密关系的方方面面。当你翻开旧约，尤其是创世纪、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这些历史书，你会发现很多让人脸红的故事。族长们娶好几个老婆还有妾，甚至性暴力、卖淫乱伦，这些情节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一部现代的基督教电视剧里。但最有意思的是，圣经讲这些故事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更不是在鼓吹不道德。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展示当时生活的真实面貌，无论是高尚还是堕落，是美德还是罪行。就像上帝在对我们说，看吧，这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样子，没有化妆，没有虚假。正是这种近乎残酷的诚实，让圣经的历史记录如此可靠。现在咱们再聊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总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对性话题开放自由的时代，结果呢，反倒比几千年前的希伯来人保守多了。是不是有点讽刺？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谈论性毫不避讳，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生活自然的一部分。婚姻、生孩子、亲密关系，这一切都被看作是上帝的祝福，是他给人类的设计。有个细节你肯定觉得惊讶，上帝在人类历史中颁布的第一的命令，不是不可杀人，也不是不可偷窃，而是在创世纪第1章28节里，让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换句话说，上帝从一开始就鼓励亲密生活，鼓励生儿育女，鼓励我们享受他所创造的性。当然了，就像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性也需要规矩、界限，需要一个道德框架。这个框架可不是随便定下来的，它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关乎我们身体、心理、社会乃至属灵层面的健康。所以，当我们学习圣经中的这些主题时，可不能用我们21世纪的眼光去看待，得先搞清楚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那是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比如古代的婚姻不像现在这样主要是因为浪漫爱情，它更像是家族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盟。浪漫的爱可以在婚后慢慢培养，但它绝不是婚姻的起点。接下来要说了，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在古代中东，一个男人娶好几个妻子，并不一定就是堕落或不道德，很多时候那反而是经济和社会生存的需要。在一个没有养老体系、没有社会保障，女性又不能出门工作的社会里，结婚对于女性来说，简直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你在圣经里会看到很多关于婚姻的律法，他们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社会里最弱势的人，特别是女性和孤儿。对，你没听错，圣经时代的婚姻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保障，而非浪漫爱情。现在咱们再深入谈谈圣经里的婚姻。这时候，我希望你暂时忘掉好莱坞电影里那些所谓的圣经式浪漫，现实跟咱们的想象可完全不一样。首先，圣经时代的婚姻基本就是家族之间的一场商业交易，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一见钟情，而是新郎或他的家人和新娘父亲之间的一份非常严肃的契约。你看创世纪第29章，雅各想娶拉结，他可不是直接跑去跟拉结求婚，而是去找拉结的父亲拉班。他说，请把你的女儿拉结给我做妻子。拉班怎么回答的？把她给你比给别人更好。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虽然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听起来有点残酷，但在当时这可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会习俗。然而在我们急着批判之前，
得先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家庭是生存的经济单位，一个女儿出嫁，她就不再是原生家庭的经济负担，而是变成了另一个家庭的一部分，因此就有了嫁妆或者新娘嫁的概念。出埃及记第22章16节提到，若有人引诱未订婚的处女与他同寝，他必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这里说的就是一种结婚时的支付形式，但这可别误会成买卖人口，它更像是对新娘家庭因为失去她劳动力和贡献的一种补偿，同时也是对女子的一种经济保障。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婚姻大多是包办的，但这并不代表夫妻之间就不能产生真正的爱情。圣经里也有一些美好的例子，展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感情。以撒和利百加就是个完美的例子。创世纪第24章里，亚伯拉罕派仆人以利以谢去给以撒找妻子，以利以谢找到了利百加，跟他的家人把婚事都安排好了。直到这时，以撒才见到自己的妻子。创世纪第24章67节说，以撒领利百加进入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她为妻，并且爱她。你看，他们是先结婚后相爱，在当时这可是自然而然的顺序。圣经婚姻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婚前性纯洁，这一点对女性来说尤其重要。申命记第22章有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女子在婚前不是处女，后果可能是极其严重的。申命记第22章20至21节说，若这事是真的，就是女子没有贞洁之证，就要将她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打死她。这听起来虽然残忍，但我们必须理解，当时的社会对家族血统和继承权看得极重，性纯洁是确保子嗣合法性的重要保障。当然，男性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责任，如果男子恶意诬陷妻子不是处女，申命记第22章19节说他必须向女子父亲罚银，并且终生不可休妻。婚姻同时也具有深厚的属灵意义。在以弗所书第5章32节，使徒保罗说，婚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象征着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婚姻在当时大多是实用性的安排，但上帝原本就希望婚姻是美好、愉悦且充满祝福的。雅歌这本书正是上帝祝福婚姻中亲密与热情的有力见证。至于婚礼本身，那和我们今天的仪式也大不相同。当时没有教堂，也没有牧师主持，婚礼更像是一场家族和社区的庆典，是一种公开确认两人结合的仪式。约翰福音第2章提到耶稣参加迦拿的婚宴，这表明当时的婚宴可能持续数天，是充满喜乐和庆祝的时刻。现在咱们来聊个总是引发争议和困惑的话题，圣经里的一夫多妻制度。首先，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我要澄清一点，旧约中有些非常敬虔的人物确实拥有多个妻子，例如亚伯拉罕有正妻撒拉，也与埃及婢女夏甲同房；雅各娶了利亚和拉结，又与婢女毗拉和西帕生儿育女；大卫有多个妻子，而所罗门则达到了极端，他有700位王后与300名妃嫔，如列王纪上第11章第3节所记载。接下来的问题是，上帝是否认可一夫多妻？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回答。圣经记录了这些人实行多妻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认可或提倡这种做法。从起初的设定来看，上帝的心意非常明确。创世纪第2章24节写道，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请注意，这里用的是妻子单数，而非妻子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3至6节中也明确引用了这段经文，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如果上帝最初的计划是一夫一妻制，为什么在旧约时期会容许一夫多妻呢？这牵涉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在战争频繁、男人寿命较短的环境中，女人和孤儿往往处于极其脆弱的地位。一位富裕男子娶多位妻子或纳妾，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提供经济保障、后代以及缔结政治联盟。在一个农业社会，多子也是一种生存优势，因为需要劳动力照料田地和年迈的父母。
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请你仔细阅读圣经中这些实行多妻制的家庭，你会发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面临家庭纷争、嫉妒和混乱。夏甲怀孕后，轻看撒拉、雅各的2位妻子利亚与拉结长期争宠，霸位的妻子们之间也有纷争，而所罗门的情况最严重。列王纪上第11章第4节写道，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明确的模式，一夫多妻带来的问题多过祝福。我相信这是上帝一种间接但有效的教导方式，用结果告诉我们什么不是他的心意。另外，新约也为我们立下了明确的标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2节谈到教会领袖的资格时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是对新约教会明确的一夫一妻制要求。回到旧约，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如何对待多妻家庭的法规。申命记第21章15至17节提到，若一个男人有2个妻子，一个蒙宠，一个不蒙宠，所生的长子，若是后者的，他也不可在分财产时偏袒宠爱的妻子的儿子。这显示出，即使上帝暂时容许多妻制，他也设立律法防止不公。至于妾的地位，咱们接着聊，但现在我要强调一件事，圣经记录某些行为，并不代表他推荐这些行为。圣经是一本诚实的书，它真实地呈现人性的复杂与挣扎。我们从中学习前人的成功，也要吸取他们失败的教训。接下来我们要谈论一个你绝不会在主日学中听到的真实话题，妾。在圣经时代，妾可是非常现实的一部分生活。妾说白了就是一种次等妻子，他们会与男主人有亲密关系，可以为他生子，但在法律和社会地位上并不等同于正妻。很多情况下，妾是奴隶或仆人，被提升为妾。也有些妾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女子，为了经济生存而成为妾。圣经中最早提到妾的例子是亚伯拉罕与夏甲的故事。创世纪第16章第3节记载，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在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10年之后，将他那埃及婢女夏甲给了丈夫为妾。我们看到是撒拉主动将夏甲献给亚伯拉罕，因为他自己无法为他生育。在当时有子嗣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孕的妻子会把自己的婢女献给丈夫，以他为代理生育者。但有意思的是，当夏甲怀孕后，他就开始轻看撒拉。创世纪第16章第4节写道，他见自己有孕，就轻看他的主母。这说明虽然妾的地位低于正妻，但人类基本的情绪、嫉妒、傲慢、争斗依然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存在。雅各也有妾，利亚和拉结的婢女毗拉与希帕被他分别纳为妾，也为他生了孩子。在创世纪第30章第3节中，拉结对雅各说，这是我的婢女毗拉，你可以亲近她，使她在我膝上生子，我也因她得孩子。大卫也有多位妾。撒母耳记下第5章13节说，大卫从希伯伦来到耶路撒冷以后，又立后妃，生了儿女。而最极端的例子当然是所罗门。列王纪上第11章第3节提到，他有700位王后和300位妾。这显然是过度的，也带来了严重后果。因为这些女子使所罗门的心偏离了耶和华，去随从外邦的神。我们必须了解的是，虽然妾的社会地位低于正妻，但他们并不只是性对象，在律法下他们享有某些权利与保护。例如，出埃及记第21章7至11节提到，如果一个男子娶了一个妾，然后又娶了别的妻子，他不能减少妾的食物、衣物和亲密权利。如果他不履行这些义务，妾可以自由离去，不用付赎金。妾所生的孩子也通常被视为合法子嗣，尽管在继承权方面往往不如正妻之子。一个具有戏剧性的例子是士师记第11章讲述耶弗他的故事。他是一名妓女所生，被同父异母的兄弟赶出家门。生你是别的女人所生，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但上帝可以使用任何人，不论出身。耶弗他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士师，并拯救百姓脱离亚门人的压迫。然而妾的地位也可能极其脆弱。士师记第19章讲述了一位利未人的妾被基比亚城的恶人集体强暴致死，他的主人为了自保，把他交给了那些恶人。这一夜的暴行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这件悲惨事件触发了以色列内部的内战，几乎使便雅悯支派灭绝。这段故事揭示出妾的地位在社会结构中非常脆弱，也凸显了圣经记录暴力事件不代表认同他们，而是用这些事例向我们展示道德沦丧与人性败坏的可怕后果。到了新约时代，妾这个概念完全消失了。耶稣提升了婚姻的标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2节教导，但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在基督教的婚姻观中，没有妾的位置，也没有次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在逐步启示他对人类关系的完美旨意。在旧约中，他规范已有的文化习俗，以限制罪恶。到了新约，他通过基督显明最终标准，即一男一女彼此忠贞，互相尊重。下面我们要谈论一种对现代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婚姻制度，那就是立未婚制。请做好准备，这听起来会相当奇怪。在圣经时代，如果一个男人死了却没有留下子嗣，他的弟弟就必须娶他的寡妇为妻。这不是建议，而是法律和社会责任。这项律法清楚地记载在申命记第25章第5至6节。弟兄同居，若其中一个没有儿子，死了，死人的妻不可嫁外人，她丈夫的弟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妇人生的头一个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为什么要有这样一条听起来如此强迫性的法律？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社会的背景。在古代希伯来文化中，延续家族血脉不仅是情感问题，更是经济与社会生存的问题。一个人若无子嗣，他的名字在以色列中就会被涂抹。如果他的产业无人继承，寡妇也将陷入极端贫困。立未婚制一方面保护寡妇的经济安全，另一方面也确保死者的名分与产业得以延续。寡妇有小叔子娶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将被视为死者的后代，继承他的名字与产业，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务实的社会机制。圣经中有几个著名例子。创世纪第38章讲述了犹大与他儿媳他玛的故事。犹大的长子儿娶了他玛为妻，但他恶行得罪耶和华，被神击杀。于是犹大吩咐次子俄南履行立未婚制，娶他玛为妻，为哥哥留下后裔。然而创世纪第38章第9节说，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名下，所以同房的时候把精液移在地上，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之罪在于享受了性关系的快感，却拒绝承担赡养与传承的责任，这是上帝所厌恶的。后来犹大没有按照承诺将小儿子示拉嫁给他玛，于是他玛伪装成妓女引诱犹大，并成功怀孕。当犹大得知他玛怀孕时，要将她处死，但他玛出示犹大给他的印章和杖作为证据，犹大不得不承认他比我更有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女性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她们有时也会巧妙地维护自己的权利，确保自身的生存。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路得记。路得的丈夫去世后，她与婆婆拿俄米一同回到伯利恒，在那里她遇见了波阿斯，她亡夫家族中的亲属救赎者。虽然波阿斯并不是她丈夫的亲弟弟，但根据当时的风俗，他有责任赎回亡亲的产业，并娶路得为妻。在路得记第3章第9节中，路得对波阿斯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近亲。用衣襟遮盖是当时的求婚用语。路得是在向波阿斯请求他履行亲属救赎的责任。波阿斯愿意娶她，但他也表示还有一位更近的亲属，于是他去城门口与那人协商。在路得记第4章中，当那人得知若要赎地也要娶路得时，他拒绝了，说恐怕损坏自己的产业。于是波阿斯公开娶了路得，他们的儿子俄贝德成为大卫王的祖父，也就是耶稣的先祖。这表明立未婚制不仅保护了寡妇的权益，也成就了救赎历史中的重要篇章。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履行这一制度。申命记第25章7至10节规定，若王兄的弟弟拒绝娶寡嫂，寡妇可在城门长老面前控诉他，若他仍不愿履行义务，寡妇就可以当众脱下他的一只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兄弟建立家室的都要如此待他。之后这人所在的家族会被称为脱鞋之家，这是极大的社会羞辱。
尽管这一套制度在我们看来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它起到了保护寡妇、维护家族、保障产业的功能。到了新约，耶稣面对撒都该人关于立位婚制的提问时，明确表示，在复活之后，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清楚说明，这类婚姻制度是暂时性的社会结构，而非属天永恒的设定。现在我们进入一个会让许多人感到不适的话题，但我们需要用诚实与清晰的态度来谈论圣经中的性禁令。在这里，我们不会使用模糊的词汇或掩饰的语言。利未记，特别是第18章，几乎就是一本上帝关于性禁忌与可接受范围的完整手册。让我先说明这份清单非常具体，也非常直接。利未记第18章第6节奠定了基本原则：你们个人都不可亲近骨肉之亲，露他们的下体，我是耶和华。这一句经文成为随后的所有禁令的总纲，乱伦被完全禁止，包括不能与母亲、继母、姐妹、姨母或舅母、孙女儿媳、兄弟之妻发生性关系。这份清单详尽而明确。例如，利未记第18章第8节写道：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是你父亲的下体。第9节又说，你妹妹，无论是同父的，或是生在家内的，或是生在外的，你都不可露她的下体。这些禁令不只是出于属灵或道德原因，更有实际意义，特别是关乎遗传健康与家庭秩序。近亲婚配会显著提高子女出现基因缺陷的概率，而这些律法就是在保护未来世代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这些律法维护了家庭结构的稳定。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男人可以娶他的继母或儿媳，那么家庭角色将彻底混乱，父子关系、母子关系都会受到破坏。圣经也明确禁止同性性行为。利未记第18章22节写道：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是可憎恶的事。利未记第20章13节重申，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二人行的是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我知道这在我们当今文化中是极具争议的话题，但我们必须诚实面对圣经所说的内容，不能为了迎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而曲解圣经原意。受交也被严厉禁止。利未记第18章23节写道：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是逆性的事，这是对人性与神圣形象的极大亵渎。卖淫，尤其是与偶像崇拜相关的圣祭行为，也被严厉禁止。申命记第23章17节说，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男娼。这不是对女性的贬低，而是对异教文化中性与崇拜混合的一种彻底否定。通奸被视为极其严重的罪行。利未记第20章10节清楚写道，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被治死。这反映出在上帝眼中婚姻的忠贞不容侵犯。此外，圣经对在女性月经期间发生性行为也有所禁令。利未记第18章19节说，女人行经不洁之时，不可与她亲近，露她的下体。这里并不是认为月经本身有罪，而是一种对卫生与医学捷径的考量。在没有现代医学与卫生条件的时代，这项禁令能有效防止感染与疾病传播。一种特别邪恶的行为也在这章中被谴责，以孩子献祭。利未记第18章21节写道，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这节经文位于性禁令之间，并非偶然，因为古代异教仪式中儿童献祭往往伴随着性宗教活动。这种行为将暴力拜偶像与性堕落结合在一起，是上帝极为厌恶的。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上帝在性问题上这么严格？为什么不像今天的社会一样宽容与多元？答案是，上帝完全了解这些行为的后果。他不是为了限制我们而设立禁令，而是出于保护。每一个禁令背后都有明确的目的，保护身体健康，维持家庭稳定，保持社会公义，促进属灵福祉。圣经指出，这些行为在迦南地的异教民族中极为常见，而上帝就是因为他们的败坏而将他们从应许之地驱逐出去。利未记第18章24至25节警告说，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赶出的那些国民，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被玷污了。所
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所以我们要明白，虽然这些律法看似严苛，但其背后是神圣的智慧，是为建立一个健康、公义、繁荣的社会而设。它们不是任意的限制，而是上帝出于慈爱所设立的保护机制。在古代世界里，卖淫不仅是一种交易，在许多情况下，它还被作为宗教崇拜的一部分。是的，你没听错。异教的庙宇中常常设有所谓的圣祭，他们是祭司体系的一部分，参与宗教仪式。这种现象在古代特别常见于那些崇拜生育女神的宗教，如亚斯他杜、亚舍拉以及阿佛洛狄特。信徒们相信与圣祭发生性关系可以吸引神明赐予土地丰收、牲畜繁殖、家庭子嗣等祝福。据古代历史学家记载，希腊城邦科林多的阿佛洛狄特神庙中有超过1000名圣祭在那里。这种行为被看作是敬神的虔诚行为，在希腊文化中不仅被接受，甚至被尊重。迦南人所敬拜的巴力也有类似的庙宇，在这些庙宇中，男女信徒会模仿神明的交合，以此祈求大地繁殖。这种结合了信偶像崇拜与灵性欺骗的宗教形式，这以色列历史中最反复出现、最危险的诱惑之一。民数记第25章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行淫，那些女子引诱他们参加祭拜外邦神的仪式。民数记第25章第3节说，以色列人与巴力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神因他们的偶像崇拜而降下瘟疫，导致24000人死亡。瘟疫直到菲尼哈用枪刺杀一对在以色列会幕前公然行淫的以色列人和米甸女子时才止住。这些异教性的宗教活动不仅玷污了敬拜的纯洁性关系本意，性原本是上帝赐予婚姻的神圣礼物，但在这些宗教中却被剥夺了爱、责任与人性，沦为机械的非人化的宗教表演。先知们不断地站出来谴责这种行为。咱今天毫无保留地探讨了圣经中那些关于性的不是话题。我们看到了族长们复杂的婚姻，看到了妾的脆弱地位，看到了以撒与利百加的先婚后爱，也看到了上帝对乱伦、同性性行为和圣祭等行为的坚决禁令。圣经的坦诚令人敬畏，它没有给我们一幅粉饰太平的图画，而是真实地呈现了人类的堕落与挣扎。但正是这种坦诚揭示了一个更伟大的真理：上帝的恩典与救赎。从亚伯拉罕到大卫，那些犯下婚姻和性错误的人并没有被上帝抛弃，反而被纳入他的救赎计划。从充满危机的利未婚制到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将婚姻提升回创世纪的一夫一妻制标准，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对人类的逐步启示与持久的爱。圣经中的性并非是羞耻或罪恶的代名词，它是上帝赐予人类最美好的礼物之一，是生育的源头、婚姻的粘合剂和亲密关系的表达。但它需要界限，因为只有在上帝的框架内，它才能带来真正的祝福，而不是混乱、痛苦与毁灭。今天我们被呼召去拥抱的是新约中基于基督与教会关系而设立的婚姻彼此尊重、舍己的爱。我希望今天我们能从跳过圣经中这些不是段落的习惯中走出来，转而以虔诚和态度去聆听整本圣经的声音，因为那其中不仅有律法和惩罚，更有上帝对我们生命每一个层面的温柔关怀与最终的救赎。愿我们都能从圣经的诚实中领受到上帝的真理与恩典。